6扇结实的大门里藏着1万美金，只要30分钟的时间找到它，就能把它带回家。每打开一个大门就能获得新工具。熊二决定依次打开所有的门。第一个是木头做的，他使劲一踹就凹下去一大块，接着用手撕开木板，再补上几个无影脚，只用了2分钟就打开了这扇门。熊二拿到了一把大锤子，接着去开第2扇门，一锤子下去就出现了洞口。熊二一激动把整个锤子扔了进去，没有了工具，只能用手了。幸好这扇门的木头不是很厚，他再次用无影脚打开了大门，里面是一个电锯，但是第3扇门的木头明显加厚了很多。不过有了电锯，就算这是一棵树，熊二都表示没压力。他开始在木头上火力全开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1万奖金往哪走？强壮的熊二很快打开了第3扇门，里面是一把大斧子。这时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接着去开第4扇门。这扇门是铁皮做的，很结实。熊二砍在上面，斧子却被卡住了，这门把手也只是摆设，根本打不开。他只能用斧子继续砍。还好熊二没放弃，那层铁皮被他撬了起来，再锤开里面的木板。熊二打开了第4扇门，里面是一个切割机，而第5扇门正好是铁链和铁丝网。熊二带好防护装备就开始了工作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0分钟，他先切开每一根铁链，再撕开那层铁丝网，用大锤子开始砸门。这扇大门也是铁皮做的，熊二一锤一锤的砸在上面，作用并不大。他开始砸门的4个角，还真让他打开了，里面是一个大家伙，看来奖金就藏在第6扇门里。熊二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他拿着大家伙就开始切铁笼子，一直切了2分钟，终于打开了这层笼子，里面还是铁皮做的。他用锤子继续锤，这时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他接着砸铁皮门的4个角落，再给他一记无影脚，终于打开了第6扇门，拿到了里面的奖金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分钟，熊二挑战成功了，开心的拿着奖金回家了。你们觉得这个挑战简单吗？那下面的这个挑战，只要手不离开地面就能拿到奖金。3吨的混凝土和防弹玻璃哪个更结实？只要3个小时逃出去就能赢得10万美金。大叔被绑在3吨的混凝土旁边，黄毛被困在防弹玻璃做的箱子里，唯一的线索就是2个对讲机。黄毛的手上有把钥匙，而大叔的脚上有把锁。神秘人告诉他们，只有黄毛先逃出来才能救大叔，而开箱的工具需要大叔去争取，只要拖着混凝土方块走过一道道红线，就能解锁新工具。但是这犹如大象一样的混凝土，怎么可能拖得动？这时大叔发现5米之外有把锤子，于是拉直身体刚好够到了他。时间已经过去了20分钟，黄毛的箱子开始注入沙子，如果不快点逃出去，沙子很快就会把箱子填满。大叔赶紧去砸混凝土，要想移动它，只能把它减少到500斤以下，但是混凝土也太结实了，仅靠一把锤子，到天黑也打不开。这时神秘人决定给他一把电钻，有了电钻的帮助，大叔又恢复了力气，混凝土石块也快速的掉落。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黄毛这边的沙子已经填到了1/4，大叔这边终于打开了一半的混凝土，但还是拉不动，大叔只能继续开石块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石块终于小了很多，大叔使劲拉，终于可以拉动了，到达了第1道红线。这边的黄毛等得快要睡着了，拿到大斧子之后，赶紧去开箱子。时间还剩下1个小时，他们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黄毛的箱子很厚很结实，但是他一下也没有停。大叔这边的石块又小了很多，他开始拉向第2道红线，虽然小了几10倍，但是大叔已经累坏了，拉起来很费劲。这时神秘人提议可以给他钥匙放他离开，并且还要给他1万美金，但是前提是要放弃黄毛。忠厚的大叔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，他觉得还有时间，他们2个人要一起逃走，于是继续拉石块，终于到达了第2道红线。黄毛也拿到了大锤子，他开始砸木板，砍出的2个洞口做支点，他很快就砸掉一块木板，里面是装满钱的防弹玻璃。黄毛继续用斧子砍，上面的沙子还在不停地流下来。大叔这边继续往第3道红线出发，拉不动时就用电钻继续缩小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到达了第3道红线。黄毛这边也拿到了撬棍，但是对于防弹玻璃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。大叔继续向第4道红线出发，石块也被他变得很小，他一路超过了第4道红线，来到了第5道红线处。黄毛也拿到了2件新工具，他赶紧用电钻开玻璃，基本没什么反应，他只能在边缘处找突破口。大叔这边已经来到了第6道红线，拿到了最后的工具。这时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黄毛在里面砍，大叔在外面钻，2个人合力去开箱，但是那层玻璃比想象中结实很多，尽管2个人很努力，还是不能动它分毫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大叔已经精疲力尽了，黄毛也做好了失败的打算，他不再开箱，而是躺着等待被沙子淹没。这时时间已到，一切都已成定局，2个人挑战失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大叔，会选择拿钱走人，还是留下救黄毛呢？只要在鸡窝里找到一根绣花针，就能赢到25万卢布。草堆里面还藏着随机的奖品和奖金，
他们可以通过转盘来获得寻找的工具。如果转到骷髅头就会被淘汰。参加比赛的有10个人，他们兴奋地冲向干草堆，那几只公鸡却异常淡定。难道他们不怕拿走他的鸡蛋吗？他们在干草堆上扒来扒去，仔细地寻找着。很快小明就找到一个键盘，小白找到了一个钱包，里面有一张纸条。很幸运，他赢到了1周的零食，看来奖品还是很多的。他们加快了寻找的速度。大美又找到了一盒耳机，另一边的黄毛找到一个信封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1000卢布，这把他高兴的寻找起来更加有劲了。这时主持人拿来一个水桶，让他们拿一张纸条，只有一个是有字的，谁拿到就可以转动幸运转盘。黄毛也太幸运了，他拿到了有字的，满怀期待地转动了转盘，没想到却转到了骷髅头，激动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，他被淘汰了。还好他还有1000卢布，剩下的9个人继续寻找。这么大的干草堆，想要找到一根绣花针谈何容易？还好他们时不时的有人找到了奖品和奖金，仅靠这些希望支撑着他们。1个小时后，又开始了转动转盘。这次是小红帽拿到了有字的纸条，他转动转盘，获得了磁铁，用来吸绣花针应该很好使。剩下的几位只能靠手了。小灰终于找到了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一张纸条，是一道选择题。主持人让他选择拿到5000卢布退出游戏，还是选择继续比赛。小灰选择比赛，那给你1万呢，他还是拒绝了。主持人继续加大筹码，一直涨到了16000，旁边的小伙伴都替他着急了。没想到小灰还是选择继续比赛，他觉得如果找到那根针，远比这些要多得多。看来小灰很有想法，他们只能继续寻找。公鸡们被赶到了一旁，他们占领了整个鸡窝。2个小时后，小黄找到了一个金色的信封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1万卢布，看来只要坚持还是会有奖金的。又轮到了转盘时间，这次是大美拿到了有字的，她转动转盘，获得了金属探测仪，只要碰到铁的东西就会发出声响。看来找到绣花针又进了一步。大美开始在草堆上扫来扫去，很快就听到了哔哔的声音，扒开干草才发现是一把钳子，真是白激动一下。而另一边的小白却突然大喊，他找到了绣花针，赶紧拿给主持人去看，但是主持人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然后来到隔壁的房间，他一眼就认出这不是那根藏起来的针，因为他在藏起来之前就做好了标记，很可能是他自己带来的。主持人很遗憾地告诉小白，这不是那根要找的针。小白还想要再狡辩一下，主持人接着说那根针被做了标记，被识破的小白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剩下的7人继续寻找，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，他们虽然很累，但是想到奖金还是决定拼一下。这时大美告诉他们找到了那根针，真的是被标记过的针。恭喜大美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找到呢？4个人挑战巨大的弹跳床，跳到最后的就能赢到1000美金，如果一不小心摔倒了就会被淘汰。4个小伙子表示很容易，蹦床他们从小就喜欢玩，不仅可以边吃边跳，还可以边跳边喝，一点也不会受影响。比赛刚开始，他们表现的确实很轻松，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，就算加上大伟和白毛的各种捣乱，他们也没有受影响。2个小时后，喝水最多的小白表示小腿越来越重，而小黑只想去厕所，但是想到奖金还是决定憋一下。3个小时后，小黑果断放弃了，2只腿很酸痛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再憋了。小黑淘汰了，剩下的3人继续比赛。5个小时后，小白一头扎进了海绵池子里，他也坚持不下去了，2只脚晃晃悠悠的走都走不稳。小白也放弃了比赛，只剩下2个人了，看他们一脸的轻松，难道他们不累吗？7个小时后，他们还在继续跳着，都不想放弃比赛。这么近的距离，2个人并没有沟通，而是独自承受着压力。9个小时后，小绿忽然跳到了大山的蹦床上，他认为人家的蹦床弹性更好，2个人一边一个面对面弹跳。忽然小绿发起攻击，用力的蹦来蹦去，一不小心自己还碰到了垫子，随后就像没事人一样又跳了起来。接着他又攻击大山，2个人跳得很高，直到把大山撵到角落里，没有退路的大山一下推倒了他，2个人都停止了跳动。小绿倒委屈了，认为是大山违规了，大山一脸的无奈，小绿也是一脸的无辜。他们都认为自己赢得了比赛，但冠军只有一个。白毛他们经过激烈的讨论，认为冠军不应该是倒下的那一个，所以大山赢得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奖金应该给谁呢？3个人同时把手放在地上，只要最后一个拿开的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他们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和挑战，只要有一只手接触到地面，就可以继续比赛。为了不受别人的影响，3个人赶紧去找安全的地方。调皮的白毛刚想使坏，头却被卡住了，费了好大劲才拔了出来。这时挑战的钟声响起，他们迅速回到1楼的客厅。大伟打开纸条，让他们去找一张黄色的贴纸，谁先找到就能赢得100美金。3个人赶紧散开。大伟来到了厨房寻找，白毛和小特爬上了2楼。小特一眼就找到了贴纸，赢到了奖金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每人一个托盘，
再放一个苹果，最后掉落苹果可以得到私人助理5分钟。好危险，白毛差一点就掉了。他一边看着自己的苹果，另一边就动起了坏心思。大伟没有任何防备，小特赶紧跑到了一边，一着急竟然用2只手去拿托盘。毫无疑问，小特被淘汰了。这一局白毛赢了，他让助理给他准备了食物，一边按摩一边享受美食。另一边的大伟正准备洗个脚放松一下，小特的深水炸弹差点把他淹没。这时他们同时收到一条信息，找到图片上的位置会有惊喜。2个人赶紧向楼上爬去，白毛试图阻止大伟，却被大伟轻松甩开。再穿过这些老鼠家，大伟拿到了信封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奖励，他可以休息5分钟。大伟放心的让手离开了地板，爬了这么久，4肢都麻木了，他赶紧去吃点东西补充体力。虽然只有5分钟，但他还是想吃口热的。等他吃完以后，在最后1秒时将手放在了地上。这时开始第4个挑战，工作人员让他们去另一个房子，然后每人1块抹布。白毛选择了蓝色，大伟选择了红色，不离开圆圈的同时抢走对方的抹布，就能赢得比赛。2个人开始周旋，就像老鹰抓小鸡。白毛开始进攻，差一点就拿到了大伟的抹布，他一直进攻，吓得大伟只能后退，很快就退到了边上，再使出一记调虎离山。白毛拿到了阿伟的抹布，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吗？下一个挑战，4个人挑战巨大的弹跳床。